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你来到这个频道。这个频道呢，主要是我每天强迫自己上传一段影片，跟大家分享一点我的生活日常，还有呢，跟大家在线上呢一起读一点经典。那今天开头呢要分享的主要是一个稍微严肃一点的话题，就是说，很多时候我们说爱国，或者是说爱自己的家庭，或说爱自己的家人。那我们有时候有没有想过，我们是真的是爱国，还是说我们所爱的只是自己的意识形态而已呢？那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呢？爱自己的意识形态呢，其实你爱的只是小我而已。那爱国的话，爱的是千千万万的人，是一个生命共同体。那你爱国的话，你思考的是为成千上万的人去考虑的。那如果只是爱自己的意识形态的话，那你考虑到的只是自己的喜好而已，考虑到的只是自己的想法和执念而已，就是考虑到的只是自己的意念而已，而不是整体。那最近呢，就是刚好这两天吧，因为这两天刚好 YouTube 给我推荐的影片就是那几个影片，那我就看到了。那我看到的时候就觉得，嗯，又是又是一些政治的东西嘛，就不太想摄入，但是还是好奇看了一下，看了一下之后就觉得，怎么这样啊？那到底是什么事情呢？就是有一些很大的频道嘛，都一直在讲一个主题，就是讲说一些网红，然后呢一些人到中国来的事情，然后讲到一些什么合作计划，讲到一些什么官方的合同合约，讲这些东西。对，那这些东西就比较严肃嘛，不是我们平常感兴趣的主题。那我今天主要分享的就是说，主要是针对这个合同的部分，有点心得要分享。首先呢，不好意思啊，讲这个主题有点严肃。我自己首先呢，大家可以去 ChatGPT 上面问他一个问题，你可以问他说，如果一家中国的公司要跟台湾的人员进行合作，想要拟定一份合作协议，那可不可以请你呢帮我呢拟定一个合同的范本出来？这时候 AI 就会帮你写好一份合同的范本。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一份正式的合同大概是怎么样的模板和格式。本来呢，因为我现在比较常用的都是中国的 AI 嘛，比方说通义啊之类的。那我就想说，我不确定 GPT 能不能也有草拟中国的合同的功能。后来我试了一下，发现是可以的，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试试看。因为有的人可能没有中国的手机号，你没办法使用中国的 AI。那当你用 GPT 呢拟定一份这个商业合作的合同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到它的长相。其实呢，如果有来过中国啊，或是说你有开过公司啊，或是你有租过房子等等的商业行为的人，你就知道说中国这边的合同它是很规范的，它有很规范的格式的。跟台湾不太一样。那中国的合同最主要特色是什么呢？就是它是很工整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合同它是要保障甲方跟乙方双方的权益做一个公平的规范，它不偏向甲方，也不偏向乙方。那当合同拟定之后呢，如果出现了争议，那它是有相关管辖的法院能够去针对你的合同来去厘清彼此的责任、彼此的义务等等的，去解决这些问题。所以其实合同呢，它的内容写作方式是相当于法律文书一样的，所以它是很规范的。首先呢，你会看到合同的最上面就会写甲方是谁。如果是个人的话，就是你的姓名、你的身份证、你的住址、电话这些基本资讯。为什么要这些基本资讯？当发生诉讼法律问题的时候，你就根据这些基本资讯，你就可以去起诉对方。所以说，最上面一定是甲方跟乙方的基本资料，身份证号码、地址、电话等等。那如果说是企业的话，法人的话，那就是法人的资料、法人的
营业执照的这个号码等等。接下来呢，所有的内容一定是法律文书的格式、法律文书的用语、法律用语和商业用语，它写的是很工整的，不是像写作文一样的那种感觉，也不是口语化的。首先，它一定第一章它会写作基于什么什么法律，所以拟定什么样的协议，保障双方的权益。第二章开始可能就针对合作的内容做一个，比如说合作的内容、合作的时间、甲方有什么权利义务，乙方有什么权利义务，慢慢的去做说明。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、第四章这样子。再来，发生争议的时候怎么解决，有什么补充条款等等。然后他会写说，那以上的内容受到什么什么法院的保护，最后甲方、乙方签名签字。如果是法人就要盖公章，公章的话，中国的公章也跟台湾的长得不一样，所以如果不知道的可以去问问看，中国的公章长什么样子。中国的公章都是在工商局备案过的，所以说它也是法律效力的，没办法去伪造它。当然伪造的话就是违法咯。所以说这是属于合同的格式。如果合同没有最基本的格式的话，它就不能算是合同了，那只是白纸黑字写一篇作文而已。再来呢，中国很多用语跟台湾是不一样的，比方说中国不叫做政府，他们叫做人民政府。中国也不叫做高铁，它叫做动车。然后中国称呼台湾的时候，他会说台湾地区、台湾居民，然后他自称的时候会说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其实这些东西我也不用去讲，就是你也可以问 AI， 你直接发一段文字给他，你问 AI 说，请你帮我纠正这篇文章内容当中呢，有哪些用语不是正确的中国用语，你请他帮你纠正一下，他就会挑出一些来。所以说有些东西不管是合同的格式啊，还是用语啊，其实呢用 AI 稍微查一下就可以查得出来了。那所以如果说连 AI 都没去查的话，连稍微用 AI 写一下都没有的话，那就不知道怎么说了。更何况如果哪怕是很普通的商业合作啦，都要这样子了。那如果说是很大的企业或很大的项目，或甚至说国际上的一种，或者是说层级很高的合作的话，那铁定那个整个法律文书的章程啊，或是内容啊，或是整个东西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规范的，绝对不会是好像不知道该怎么说呢，就可能教大学生写一写还是怎么样的，不知道。所以说这种东西有时候如果弄清楚了，就没什么好讲的。对啊，随便去闹吧。对啊，可能很多人都不想讲了，因为这种东西有什么好讲的？对啊，那说如果看不出来的人，为什么会看不出来呢？因为你已经不打算去思考了嘛，不打算去分辨了。所以说有时候我就是在想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很多人说爱台湾，那你是真正是爱台湾，还是爱自己的某种意识形态而已？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哈。那当有一天你遇到一件大事情，攸关整个千千万万的人利益的事情的时候，这件事情是对千千万万的百姓是好的，但是是违背你的意识形态的，那你会选择你的意识形态，还是选择千千万万的百姓的利益呢？这个问题，如果遇到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。但是有时候遇到也有点太慢了。就是说，如果一个是以自己意识形态为重的人，当他遇到大是大非的问题的时候，他还是不会放弃自己的意识形态，他会牺牲掉千千万万人的利益。而一个真正心怀千千万万人利益的人，他不会去执着自己的意识形态，他是中性弹性的，会改变的，这样子。所以说这个问题可能没什么人爱聊，那我们也就是自己在自己小频道聊一下，记录一下自己的心得吧。对啊，就怎么会没有人发现？不可能不可能没人发现吧？
难道你从来没来过中国，从来没看过，从来没问过一下 AI 模板是什么吗？你不知道中国最爱用模板了吗？什么东西都是模板再去改的啊？那你连模板都没有，那不是太扯了吗？是不是？连个公章都没有，然后就把它讲得天大地大一样，那不是讲给自己听而已吗？自己人写一写，自己人写一个剧本，然后讲给自己爱听的人听嘛。那不爱听或是一看就知道不合理的人，就连看都不想看了，连听都不想听了。那这个世界就变成平行世界一样了。有的人活在这里，这个世界；有人活在那个世界嘛，各过各的生活。那这样子不是越来越狭隘吗？所以说，人就是有迷有悟，好吧？这个严肃的话题就不聊了，我们还是读点经典吧，免得变成政治频道了。我们还是读经为主，还是读经比较令人快乐，读经比较开心，读经是很单纯的一件事情，没那么复杂。读经就是真实的面对自己。你如果不真实的面对自己，读经就没意义了。自己骗自己干嘛呢？没有意义啊。读经也不是为了利益，物质上的利益啊。就像我们上期分享的六祖，唯求做佛，不求于物啊。他又不跟你追求那些利益，对不对？他是为了提升自己啊，为了要启发自己内在的那个超感官啊，是吧？就像那个最近我上次分享的嘛，最近有些大频道也在讲超感官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还是来聊点六祖坛经吧。上一期我们分享的是六祖用他自己的身世、家庭背景来给我们一点启发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哪怕像六祖慧能这样子社会最底层的人，他都能够因为内在这个超感官、自信智慧的启发，所以说他的命运能够有很大的转折，他可以改变很多外在的条件。那我们接下来读吧，今天读一小段就好，因为今天的闲聊占了太多的篇幅了。慧能在上一张 PPT 嘛，他说了他的身世，接下来他说呢，他有提到说慧能的工作就是他是在山上砍柴，到市集里面去卖柴，然后他是跟母亲相依为命的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非常的贫困的。那当时呢，有一天呢，有一位客人，这个是慧能改变命运的一天。有一天呢，有一个客人，他跟慧能买了柴火之后呢，告诉慧能说：“你帮我把这些柴火呢送到我所居住的旅店、酒店里。”等于是这个客人他是一个旅行人，然后呢，他跟慧能买了柴火之后，请慧能帮忙送到外送外送到他的客房。那慧能呢就帮他把这些柴火背就送到了他所住的酒店。那客人呢将柴火收下之后呢，也付了钱。那慧能这时候在酒店里，他拿了钱，他正要离开的时候，刚从门走出来的时候，发现酒店的另外一位客人呢，他正在诵经读佛经。那他诵经呢，慧能走出来，他就听到了一小段这个客人诵经的内容。然后呢，他听了这一小段之后，他内心就发现了有所不一样，有所启发。那如果按照我们前面分享的例子的话呢，他就是发现了自己内在的那个收音机，发现了自己内在的超感官。他发现，因为前面有提到慧能他是一个没有读书的人，所以说呢，可以想象他的心思想法是比较单纯、比较简单的，比较没有太多复杂的思虑。所以说，当他越是像他这样的人，当他听到《金刚经》、听到经典的时候，他特别容易被这个频率所带动。然后呢，他就无意间发现了，内在有一个感受跑出来，内在的一个超感官。那于是呢，他就问这个客人说，
这位先生，你读的是什么经典呢？那这个客人就回答他说，我读的是《金刚经》，就是《金刚经》。我们现代人啊，其实呢，最知名的就是《金刚经》还有《心经》啊，这是佛经当中最知名的。虽然说《金刚经》的内容呢，很多人都说不容易读懂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《金刚经》它的知名度是最高的。而且呢，哪怕不只是我们东方人，很多西方人啊，也都在研究《金刚经》，也有一些西方人啊，读了《金刚经》写成书本，或是用《金刚经》里面的一些智慧呢，拿去做生意，做得很成功都有。所以《金刚经》呢，知名度非常的广。那在《六祖坛经》里面有提到呢，《金刚经》其实呢，它的功德力非常的大。如果以频率来说的话，就是它的频率呢，特别具有启发性。它整个频率还有它整个内容的引导，很容易让人能够突破肉体感官的限制，突破自己思维心的限制，然后呢，能够去发现和体会自己内在的自信智慧，能够去开启这个内在的收音机。所以说，六祖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，就是说他身为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人，又没有读过书，然后他在一个机缘之下听到了《金刚经》的内容，他就开启了智慧。然后呢，他后面就去拜访五祖，最后他整个命运都改变了。就是这个《金刚经》。有机会的话，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聊一聊《金刚经》。一样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就是想什么就说什么。其实这一段内容《金刚经》的话，又有很多可以聊的。所以呢，今天分享的这一段就是呢，六祖慧能他生命当中呢，改变生命的一瞬间。那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边，明天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聊一聊。金刚让我想到的就是真理，就是真理是始终不变的。人们需要去接触真理，如此一来，我们心才能够觉悟，才能够清醒，才能够不被迷惑。所以说，《金刚经》它是有很强大的能量，很强大的功德力，能够帮助大家开启内在的智慧。那这对现代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我也非常的喜欢，有机会再跟大家一起读这本经典。好，拜拜。